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在地面6米之下，一个不到20平方的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却藏着4个女人。在靠床一侧，还静静埋着另外2名女子的尸骸。我从警30多年，这样的地下后宫，我是真的第一次见。说完后，法医继续拿起了手中相机拍照。就在另外一边，一个女人默默转身，看着丈夫空空的床位，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故事发生在2010年的河南洛阳。当天整个城市依旧重复着昨天的节奏，李浩的妻子也像往常一样早早赶到市场买菜。作为内陆城市，洛阳的物价虽然比一线城市便宜很多，但看着上面的标价，妻子心里还是仔细的盘算着。毕竟现在家里就靠丈夫一人赚钱，所以能省的还是要省。回到家中，妻子发现丈夫满头大汗，身上还沾满红色的斑点。好奇的妻子询问了缘由，丈夫李浩一边转过身去，一边连忙解释，刚才下班回来肚子饿了，煮面时不小心被番茄酱溅到了。说完便躲进卫生间里冲洗了好久才出来。吃晚饭时，看着丈夫李浩3口当做2口的饥饿感，以及丈夫消瘦的脸庞，妻子心疼地说道：“孩子他爸，要不我找份工作吧，毕竟这个家不能只靠你一人。”妻子话还没说完，李浩咽了一口饭，然后说：“不碍事，老婆你放心，我现在找了一份网上的活，收入还不错，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挣个几百上千块钱，只是有时经常不在家，所以孩子方面你得多花点心。”说完便从包里拿出一叠厚厚钞票塞到妻子手中。第二天晚上下班后，李浩依旧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搭乘摩的来到一条小巷子里。茫茫黑夜中，小巷子那股粉红色的灯光格外显眼，旁边工地上的工友经过时都会假装不经意的往里面瞧几眼，然后假装若无其事的离开。走到店铺门前，还没等李浩推开门，一个浓妆中年大妈便迎了上来：“哟，哥，你是想剪发呢还是按摩呢？”面对大妈的热情招呼，见过大世面的李浩缓缓点了口烟，瞅了眼从房间里刚出来的小妹后说：“肯定是按摩啊。”听到这话，大妈立即就懂了李浩的意思。就这样，在接下来几天内，李浩用炽热的身体温暖着巷子里衣不遮体的年轻女孩，时不时还和这些女孩共进夜宵。可几天后，大妈突然发现店里的女孩小江接连几天没来上班。作为店里的头牌，小江的失联让大妈很是着急，但又因为行业特殊，所以不敢向警方报案。大妈把店里的熟客旁敲侧击问了个遍，但就是没小江的消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一个成年人聊天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漂亮女主播。但说来也奇怪，就当其他女主播拼命展示自己的事业心时，这个女主播却板着脸，完全没有和观众互动的意思，偶尔只是说几句客套话和放几首歌，一到时间就立即断线。可正因如此，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2-3个月后，这个女主播态度发生了360度的转变，不但比之前热情了很多，还大胆向直播间网友证实自己是个胸怀大志的女人。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广大男网友还是用耐心承受住了考验，每次都会用支付宝向其转钱看付费内容，用实际行动支持小江的直播间。与此同时，市场卖菜的小摊贩告诉李浩妻子，他真有眼光，不但找到一个在政府单位工作的老公，还找到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原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李浩经常会到市场买蔬菜、粮油之类的生活用品，并且一买就是几人的分量。妻子觉得很奇怪，包括孩子家里就3个人，丈夫买那么多粮油食品干嘛？这肯定是摊贩老板的客套话，目的是讨好自己，让自己多光顾他们。2个多月后的一天凌晨，洛阳市公安局接到一女子的报警电话。这个女子名字叫做江某，也就是上文中那个直播的小江。她说自己被一个男人拐到地下室，地下室里还有5个同伴，自己今天是趁机逃出来的。顺着女子提供的地址，警方来到景福苑小区的一个地下室，敲开房门，发现里面摆设凌乱，还散发出一阵异味。第一眼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小江移走电脑桌旁边一块放置杂物的木板后，便惊现一个地窖的入口。入口宽度只有60厘米，
只能容纳一个正常体重的成年人垂直下去。井口旁还有一条白色管子，警方找了个较瘦的队员，顺着竖井壁上的梯子下去勘察，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民警先是沿着竖井下降 3.4 米，然后再趴着身体经过一个 4.7 米的横井，才到达了囚禁女孩的地窖。就是这样短短2段距离，里面却设有7道铁门，在里面连对讲机都无法使用，更不用说要靠基站转发信号的手机，或者里面通过呼喊求救。民警打开最后一道铁门后，地窖里马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哥，你可回来了。”但发现打开铁门的人是警察后，这个女人立马退向一旁。当时第一个进入地窖的民警事后对媒体表示，自己永远都无法忘记打开地窖铁门后看到的那一幕。整个地窖阴湿黑暗刺鼻，当时里面只有一个女子，也就是与他照面的那个女子。但看到自己后，对方不但没有被解救的感觉，相反还下意识躲到墙面上，还朝自己扔东西。被迫无奈之下，只好用手铐控制对方，然后让女民警下来安抚。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她转移到地上。民警算了一下，整个地窖面积还没有20平方，高 2.43 米，被分成2个小空间，每个房间实际生活面积只有4平方米。可就是这4平方米的空间上，又被木板隔成上下2层，上面一层是睡觉的床，下面一层则堆满煤气罐、煤气灶、热水壶等生活用品。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商品房的卧室。一般来说，商品房的小卧室面积在12平方米左右。我们要把这个小卧室缩小2/3，然后把煤气灶、被子、衣服、水杯等东西塞进去，还得在这样一个潮湿阴暗不通风的密室待上几个月。这种感觉想想都觉得恐怖。根据调查，地窖前后关了6个女人，吃喝拉撒的东西全部都是李浩负责运进来或清理。起初李浩往里面送食物还算准时，但到后来工作一忙，或者哪天心情不好，几个被关的女人就得挨饿，少则1-2顿，多则2-3天，只能靠地窖中留存的挂面等充饥。地窖里面的6个女人里，年纪最小的只有16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3岁。那他们是怎么被拐到地窖中的呢？这得从李浩的一个爱好说起。由于在公家单位上班，所以相对于大部分上班族，李浩的私人时间比较充裕。每当无聊时，李浩总会找些恐怖片观看，尤其是恐怖色情片。正是这些电影给了李浩启发，通过多次请理发店的失踪年轻女孩吃宵夜，获取他们信任后，偷偷下药迷晕，将其锁到地窖中。2009年11月下旬，张轩轩成为了李浩第一个成功实现的目标。仅仅过了2个月后，年纪只有18岁的段某上钩。此后的2010年12月到2011年7月，李浩的魔爪伸向了姜某、张某、蔡某和马某，都是来自 KTV、按摩店等场所的年轻失足女孩。为了缓解地窖中女孩的孤单，李浩还给他们配备了可以看影片的电脑，但唯独不能上网，甚至还专门到书店买了书籍，例如《莫问天》《无忧公主》，甚至还有《三国演义》等等，可就是没有36计。小袁之前看过一起日本荒岛真实事件，是讲2战时一个日本女人和32个日本男人在荒岛生活7年的故事。当时岛上的人为了一把手枪发生了数起命案，最终只有10几个人活了下来。这件事当时在全日本闹得沸沸扬扬，它和本期案件几乎是同一个模板。在一个与世隔绝密闭的空间里，人性的缺点会被充分暴露。如果说岛上的枪是权力的象征，那么李浩这个统治者就是6个被禁女人的枪。只要有这把枪，就能享用岛上唯一的女人，只要讨好李浩，就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和最小的折磨。所以在2010年时，其中一个叫做段母的女孩居然和李浩一起动手杀害了在背后偷袭李浩的张轩轩，然后又直接将张轩轩埋到地洞床板下，也就是几个女孩睡觉地方的一侧。其中一个叫做蔡某的女孩因为身患妇科病，失去利用价值，被李浩当着几人的面活活打死，尸体被弃在地洞水泥池里。即使整个过程充满血腥，可依然没能把其余幸存女孩团结在一起，甚至还形成了宫斗剧。从第一个女孩开始，李浩每逢有空时就会到地下室强迫女孩和他发生关系，稍微做得不好就是拳打脚踢，外加断水断粮。其中20岁的张某还曾被李浩强奸怀孕。随着女孩人数的增加，李浩发现为几人花的钱越来越多，
光是伙食费就是很大一笔支出，就强迫他们在网络上提视频裸聊服务。每次直播时，李浩都会在旁边全程监督。网友想看直播就得先往他支付宝打钱，半个小时50，1小时100，一场直播下来就是上千块钱的收入。如果当天直播收入不错，李浩会奖励直播的女孩，例如女孩很久才能吃到的美味快餐等等。如此一来，部分女孩就开始卖力直播，讨好李浩这个统治者，甚至在直播时和李浩共同出镜，做不可描述的事。到后来，被金钱驱动的李浩变得愈发贪婪，他逐渐不满足仅仅是让这些女孩直播赚钱，因为一场直播只能有一个女孩出演，刚开始还能从贪图新鲜感的网友身上捞到钱，但越到后面，网友就越不买单，不但不刷卡上车，还到处山寨。所以李浩为女孩购买了大量漂亮衣服和化妆品，让这些女孩轮流外出接客。虽然没有直播那么暴力，但谁能抵挡一天几个几百的细水长流的诱惑呢？2011年9月2日晚，李浩案例派出段某、张某和马某外出接客，其中马某是第一次外出。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马某在当天凌晨偷偷打电话向洛阳110报警，然后警方才得以救出其余3人，但可惜另外2人早已遇害。说到这里，有网友肯定会问，虽然地下室是原本就存在的，但2段通道和地窖的2个小房间总是李浩挖的吧？可仅凭借李浩一人的能力，他是怎么挖出来的？如此大量建筑材料的来来往往，为何整个小区都没人察觉？会不会背后还有其余同伙？对此，洛阳当局的解释是，起初的确是李浩一个人在干，但后来李浩胁迫女孩和他一起挖。地窖这么长时间不会塌方，这和李浩的个人经历有关。一方面，他曾是消防兵，对房屋构造、管道、水电等知识具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是案发时他在监督局执法队工作，对外人的盘查具有很强的防范经验，只在晚上开挖地道和地窖，清晨用尼龙袋装在摩托车上运走。因为经常挖地窖挖到深夜，所以李浩便对妻子撒谎说找了另外一份兼职，晚上出单位。面对为家庭劳累奔波的丈夫，妻子也自然没有多想。4名女孩被救出来后，只有马某率先站出来交代了李浩的所有罪行。虽然他只被囚禁了2个多月，但对李浩的凶狠歹毒是完全看在心里。可另外几个女孩在审讯早期怎么都不肯交代李浩的罪行，尤其是段某，他甚至还主动为李浩辩护，称浩哥对他非常好，不但经常给他送好吃的，还把电脑搬到地下室给他看电影。自己之所以帮浩哥杀死另外一名女孩，是因为那个女孩在里面整天吵来吵去，而且还敢在背后偷袭浩哥。最终段某和他口中的这个浩哥受到了法律的死刑惩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起案件在最早一段时间被低调处理，当局给的理由是这是国家机密。直到在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记者开了个口子才传了出来。我是小袁，我们下期再见。